晚上10点，我今天一定要早睡。11点，太早了睡不着啊，不如开黑一把。12点，刚刚太激动了，稍后视频缓缓吧。凌晨1点，表坏了，怎么就1点了？凌晨2点，睡了，我发誓下次一定早睡。熬夜似乎已经成了年轻人的通病了。有熬夜习惯的小伙伴弹幕1，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熬夜这个话题。其实大家都知道熬夜不好，在接着奏乐接着舞的同时，也都在为自己的身体担心。这一点从熬夜同胞们网上搜索的榜单中可见一斑。根据度娘的搜索大数据显示，凌晨3点不睡觉的人在网上搜索的问题 Top 10： 1. 养生的方法有哪些？ 2. 失眠怎么办？ 3. 熬夜有什么危害？ 4. 失眠如何快速入睡？ 5. 脱发的原因？ 6. 黑眼圈怎么消除？ 7. 熬夜用什么护肤品？ 8. 辞职不干了社保怎么办？9. 考前焦虑怎么缓解？10. 抗衰老护肤品排行榜。大家的立场很统一，都抱着我还能抢救一下的心理，不断的试探熬夜危害的下限，熬最深的夜，吃最好的补品，敷最贵的面膜。熬夜不仅伤身，还烧钱啊！除了大家熟知的这些影响，肥胖、黑眼圈、伤肝伤胃、增加患癌风险等，最近我发现自己的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，反应迟钝，记忆力差。大爷，楼上322住的是马冬梅家吧？马冬什么？马冬梅。什么冬梅啊？马冬梅啊。马什么梅啊？行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。好嘞。还好嘞。这难道也是熬夜的锅？在经过一番搜索查询之后，我觉得很有必要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事实。根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，波士顿大学的科学家在2019年首次拍下了人类睡眠时大脑清洗的过程。在这个图片里，红色是血液，蓝色是脑脊液。血液周期性的流出大脑，脑脊液趁机涌入，消除毒素。而消除的毒素包括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贝塔淀粉样蛋白。阿尔茨海默病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，如果在65岁前发病，就是早老性痴呆。所以不要觉得年轻就可以放纵自己，这个洗脑的过程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能完成。熬夜醒着的时候，脑脊液没办法进入大脑，也就没办法给你洗脑。看来脑袋进水是个好事儿，所以早睡一会儿多睡一会儿吧，不然真的会变傻。这项研究其实在2013年已经有小鼠实验证明了，在小鼠睡眠的过程中，大脑像贝塔淀粉样蛋白这样的毒素是会被脑脊液清除的，但是为什么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能进行？科学家们又做了一个实验，他们让13个人戴上脑电帽，在核磁共振机器里睡觉，脑电图会显示一个人处在哪个睡眠状态，而核磁共振会测量血氧水平，显示有多少脑脊液流进流出，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画面。绿色是血液信号，紫色是脑脊液信号。睡着的时候，大脑里的血氧浓度出现了明显的周期性变化，血液不断的流进流出大脑，而在血液流出大脑的同时，脑脊液就会趁机涌进大脑，给大脑洗澡。醒来的时候，画面则是这个样子，血液和脑脊液的振幅都比较小，脑脊液没办法大量进入大脑，完成清洗工作。另外，咱们之前在睡眠革命中提到过，我们每晚睡眠大约是5个睡眠周期，每个睡眠周期90分钟，又分为4个阶段：似睡、非睡、浅睡眠、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。科学家们发现，在前面的非快速眼动睡眠期间，脑脊液信号每20秒就会发生一次大振幅的流入波，所以理论上非快速眼动睡眠在睡眠周期中的占比越大，洗脑的时间就越长，清洗越充分。而由于在较早的睡眠周期中，非快速眼动睡眠周期占比更大，较晚的周期中，快速眼动睡眠占比更大，也告诉我们早睡才是保养大脑、避免变傻的良药。有小伙伴可能会说，谁都不想变傻，但是我就是睡不着。你把问题抛出来，没个解决方案啊。其实我们在上面凌晨3点搜索最多的问题中能看到，熬夜的年轻人要么是失眠、被动熬夜，要么是玩游戏、刷手机、主动熬夜。如果由于工作导致每天熬夜到凌晨2点，我建议为了自己的身体换个公司吧，钱再多也顶不住在 ICU 里烧啊。要让主动熬夜的人早点睡觉其实挺难的，就像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，他们可能也清楚熬夜的危害，但由于时间贴现的影响，降低了对长期熬夜危害的感知。毕竟这些风险看不见摸不着，还不能量化，跟当下的即时快乐比起来，灰犀牛还很远呢。这里我建议可以把熬夜的危害量化，把二者的关系具现化。你就这么想，我每多熬夜1天，头发就多掉20根，患阿尔兹海默病的概率就提高0.1%。当然这个数字是我瞎掰的，没有任何科学依据，但没关系，这样一来，熬夜和掉头发、阿尔兹海默病之间的关系就具现化了，就可以降低时间贴现的影响，减少熬夜的次数。被动熬夜的人原因可能更复杂，学习、工作、生活、情感等等，甚至可能是晚饭吃撑了，电影看嗨了。很多人有服用褪黑素的习惯，但作为一个保健品行业的运营人员，
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不建议，因为长期服用会产生依赖性，出现神经系统症状，甚至影响女性生育。别听商家说没有任何副作用的鬼话，他们自己都不吃的。其实人们身体本身是可以分泌褪黑素的，这个跟光线、温度等因素有关。睡前90分钟开始准备，关掉手机，调暗灯光，避免光线对褪黑素的抑制，同时阻断各种消息的打扰。卧室温度调整在18度左右，更利于入睡。可以利用睡前时间整理卧室，准备明天的衣物。如果白天繁琐的事情让大脑无法放空，那就回想一下，理清思绪，也可以写下来或者冥想。轻微运动也有助于睡眠，但不要过度。这样一套组合拳下来，可以帮你更快入睡，睡眠质量也更高。最后还想啰嗦两句，身体是自己的，也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在调侃熬夜梗的同时，还应该清楚认识到，熬夜的危害是可以预料，也近在咫尺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爱心3连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。下期成长干货，我们不见不散。